民进党完全摆烂，副总召在8月13号就提出建立预警通讯系统疏散计划撤离，还有工程方案，修筑堤防固船工。内政部天才放这几个沙包，要党溃堤啊！你看扯不扯？不是7月的怠惰，是从去年4月拖到了大罢免大失败之后，他们才愿意面对，以后才可以进驻花莲搞傅昆萁，就只为了要傅昆萁无所不用其极，做到这种程度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心存侥幸，杨柳台风之后，他认为没有立即的崩华、侵蚀勇管等破坏。从8月14杨柳台风的空拍水量在这里，到9月12号水已经积到这里，而且出现更多的小型的堰塞湖，有没有看到？在崩坡上面，这里的小水池变多，水量也变多，它的整个水量明显变大了。到这个时候不动，还是不动。然后如果溢流2小时下接50公尺，70分钟后抵达马太安溪，关键来了，整个马太安溪的整治是中央负责，地方只能进行执行，你不给经费，地方也没钱可以弄。再来，马太安溪的堤防它是有破口的，光复1号堤防、光复2号堤防2大开口就是水整个漫上来的第一时间，所以这2个开口就是一旦溃堤，它一定会溢出来。你明明知道有这样的状况，结果你政府的处置是什么？你中央政府继续摆着，竟然在这份报告里面呢，就自己写了预估10月下旬坝顶会溢流，一样会造成巨大的泥石流。那你到底是防还是不防呢？怎么会有一个政府啊，把整个堰塞湖这一颗定时炸弹，你可以算出它的净流量，可以算出接下来平均预估大概有多少水量，你是可以估计的出来这个湖区什么时候会溢流。最扯的是什么？这2个堤防，这个是堤防破口，光复堤防开口，这2个堤防有这个开口，大家知道上面到了6000多万公吨之后，你知道中央政府怎么去堵这个开口吗？他们只有堆沙包。这也是为什么在他们开始评估说堆沙包的时候，早在8月13号傅昆萁总召他就提出来说，你这个要进行，要建立预警系统、通讯系统疏散计划撤离工程方案，修筑堤防固船工，就是把河床再往下再挖，让它的河道再疏浚再深一点，降低溃坝风险，保护下游地区。你的溢洪道在哪里？自己先挖出一个河道，让它可以疏散，再把这个堤防的缺口堵起来，让它的溢流不是不可控的，而是可控的。当时就叫你搞特别条例了，他都提案早就讲了，结果呢，内政部这么天才啊，他们竟然只用了沙包去挡，这是挡得住吗？佛祖街在这边啊，这出来之后，这整片都中枪，这就是后来溢流的状况啊，所以他不就从这边漫水，这边漫水，刚好把整个都包住了吗？沙包啊，我晕倒啊！他真的就放这几个沙包，要挡溃堤啊！副总召8月12号就提案了，民进党完全摆烂，啥屁都不做，扯到爆炸，用这个沙包，而且最扯的事情，这是农业部的报告，他们自己把报告写进去，用沙包挡，人家就提案说你赶快去把堤防堵起来，钱拨下去就对了，结果他真的还用沙包，这真的是太夸张了哦！农业部自己的报告把自己放沙包都放进去了，非常恐怖，真给你用沙包。然后花莲地检署到现在完全没有叫刘世芳、叫农业部陈俊基去办事情哦，堆这个沙包就跟儿戏没有两样，你至少也堆个几层吧？没有啊，一试就过了，真的是扯到爆炸，政府杀人。我为什么说溃堤绝对是人祸？6000多万公吨的水，将近7000万公吨，堤防溢顶流量范围是光复乡3村58户45人，到了9月17号，他跟你说是45人啊，河道冲刷可能是导致溃堤，但是不会纳入淹水范围的模拟。溃堤的部分他没有把它纳入淹水模拟，更扯是目前处置状况，开口提土堤加太空包封堵，你的封堵是这个，你再说一次，你他妈的，你农业部9月17号的报告，这就是你的监控！我的天哪，那17条人命是枉死的啊！结果到了7月17号啊，只要疏散45人啊，后续建淹水范围预先准备抽水机，你7000万公吨，你抽水机怎么抽？解除机制继续监控，警戒解除条件，天候影响解除，未来无明显降雨，确认堰塞湖周围无持续坍崩之余，坝堤稳定溢流或渗流，坝体仍呈安定之态，确认无堰塞湖灾害之余，警戒解除。所以什么？摆着到了9月17号，我们的中央政府，我们的农业部依然
然觉得把堰塞湖摆着就结束了。问题是，早在今年109年的时候，坍崩范围逐步扩大。113年花莲02、04、03大地震就是24年，去年的04、03大地震之后，堰塞湖就持续扩大。到了7月丹纳斯台风、维帕台风之后，整个坝体扩张到500多公顷，蓄水量就已经达到1000万吨了。结果整个都不做。来，我给你讲一个更恐怖的时序。9月21号，农业部自然保育署自己的报告哦，花莲分署立即成立堰塞湖应变小组，查证完成通报下的留意灾害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今天问了花莲地方人士啊，你知道7月26号是礼拜几吗？来，大家查一下，7月26号是礼拜六，哪一家公家机关礼拜六在上班的？就这么刚好礼拜六干嘛？726在投大罢免嘛，大罢免投完，花莲分署在726的晚上成立堰塞湖应变小组，你看扯不扯啊？就真的就是忙着大罢免到结束，大失败了，看起来没办法用堰塞湖搞傅昆萁了，所以在当天晚上成立堰塞湖应变小组，直接掐点完全没在演的因为大罢免没过，当天晚上成立应变小组，超扯，就是真的是投票完哦，开完票，傅昆萁宣布我赢了，然后成立应变小组，人神共愤啊！怎么会那么大片土石崩落呢？就是地震把它摇下来的嘛，这不是7月的怠惰，这是从去年4月拖了1年3个月，他们才愿意面对这件事啊！各位啊，你看有没有疯狂？真的是够疯狂！1年3个月，从去年4月3号崩了，到今年的726，1年将近3个月的时间，完全摆烂，为了要弄傅昆萁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他们的党的秘书长林右昌可以进驻花莲搞傅昆萁，就只为了要干死傅昆萁，做到这种程度，拖到了8月20号，到了8月27号，又整整拖了1个月。在823第二次大罢免大失败之后，农业部才成立了专案小组。8月13号，傅昆萁为什么提这个特别条例预算？是有原因的。你看有没有看到这里？8月7号，林业保育署副署长去拜会花莲县政府，协商疏散机制的应变作为。当时由花莲县秘书长曹秘书长积极应处。这场会议地点在花莲县政府简报室。会议主席是花莲县政府秘书长饶忠。为什么当时要做这个？因为台风可能会一直来啊。杨柳台风往南，原本预计的宜兰跟花莲分路呢，现在可能从台东跟花莲分路，花莲是首当其冲，因为当时有台风的问题。你这一条河川本来就是中央农业部在主管。8月11号的时候，其实你们知道很严重了，不然为什么你要派人跟花莲县政府开会？你看这个会议记录叫什么？什么叫英雄所见略同？蔡正元大学长他出了一篇他的分析啊，3大失误啊：农业部处理堰塞湖时机错误，灾情预估严重失真，束手无策，认定溃坝，只会强辩是溢流，这是第一个失误。经济部没有堵上2个堤防缺口，溃坝泥流绝大部分是沿着堤防流入太平洋，只有2个缺口。傅昆萁8月就叫你处理了，结果你用沙包去堵，沙包泥流直接就把沙包给撞开了，直接冲入光复乡啊！这是灾难最直接的原因，所以我跟大家讲，经济部长要抓去关，农业部一定要抓去关，经济部也要抓去关。再来第3个，内政部负责居民撤离，低洼地区600人，早在8月的时候就撤离过一次，比较有经验。你临时在9月22号早上7点发布红色警报，要求花莲县政府要多撤离8600人，这是什么救灾指挥官？这第3个失误。3大失误，绿媒侧翼青鸟黑熊全部散播谣言说救灾如何不好，便当运不到，这件事是绝对人祸，因为它本来可以避免的。你们彻底的放纵这些事情。去年4月3号就出现大量土石崩落，想也知道会有堰塞湖，你为什么不去年就处理？为什么不5月处理？4月3号土石就已经挡住了，那就代表说危机正在成型中啊，就没这事情了嘛，就开路你也得去救啊，不然你要怎么做？我读花女石都有吃这家便当，但这合理吗？光车程1.5公尺，这么热的天气，县政府连便当订不好。花莲县政府不惜挡下地主团失态，也要发包给热海排骨大王便当，距离光复乡还1个半小时车程，还不包含便当制作方的时间。大热天，难怪灾民拿到的都是酸掉的便当，就笑死了，你知道，马上被他打脸。这个是我们的城隍庙，热海是我们买捐去的，片中也是，货车也是我们的，何来县府发包仪式？你看扯不扯啊？整个脆都是这种东西，随便照一张图。
图做一张梗图，县政府污钱呐、怠慢呐、恶性阻挠救灾呀，结果人家马上跳出来，这是我们民间的照片，干县政府什么事情啊？直接打脸到处都是这种账号，整个翠现在就是造谣圣地，没有遗漏。